在动漫作品中，一个女性角色如果想要受到观众老爷们的青睐，样貌和身材呢往往是第一要素。毕竟人类的本质啊就是颜控。有的角色其实人设就不咋地，但只要长得漂亮、身材好，那三观就得跟着五官跑。就像有的大铁疙瘩能飞起来一样，大家称之为力大专飞。而今天要说的这个角色就比较复杂了。你说他全靠内在美吸引观众吧，他第一季也确实，就是挺大的啊。但你要说他是靠大车灯吸粉的吧，人家第二季严重缩水以后呢，喜欢他的人还越来越多了，足见这个角色塑造是有多么成功了。刚好在上一期视频中，有1024.00048828125个人血书要求我讲一下他，那么今天我就来讲讲我最喜欢的角色格拉汉姆的好基友比利的心上人黄里诺列加。这一眨眼，距离上一次更新人物志好像过了挺多日子了啊！每天打开 B 站都能看到无数催更的小伙伴。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 UP 的支持呢，本期视频发布后将发布一个抽奖动态，奖品呢是 RG 独角兽高达一台。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留一下 UP 稍后发布的动态哦。另外呢，本期视频点赞1周内过1万，我将以3倍的速度更新李疯子的视频啊！好，接下来进入正题。事先说明啊，由于现在 B 站审核比较严，就算很多 B 站番剧里有的画面，UP 主这里也是不能出现的。我之前视频里有傅雷的这个画面都被限流了，就更别提黄小姐的了。所以本期视频的狗头呢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啊，也请大家见谅。那么提到黄小姐这个不让过审的身材，就不得不说说高达00第一季中的女性角色们了。无论是每次出场都会换一身衣服的王流美，还是经常身穿紧身衣的克里斯，还是学院风的路易斯，亦或是制服诱惑的丁公，甚至是保守派却还会微微露沟的皇女，可以说高达00第一季的女性角色形象啊，那真的是全方位的满足了各类宅男的胃口。而在众多女角色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呀，那就要数黄小姐了。无论你是穿的萌、穿的显身材，还是穿一身女仆装，只要黄小姐向你敞开心扉，那你的眼球啊就别想从她身上移开。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角色魅力。好在高达00中啊，船上的人在作战时呢会穿作战服，要是跟 C 的那样，那可就不能播了啊。但是到了第二季，黄小姐那身材啊，那真是肉眼可见的缩水啊。就这，剧组还安排了个黄小姐发福穿不上制服的戏码，你看我信吗？那就是船员把衣服做小了。当然了，黄小姐可不只是正脸看过去好看而已，她的背面也很好看。我是说她身后的背景故事啊，毕竟一个角色如果真的纯靠外貌来支撑人气，那就显得太过于单薄了。黄小姐最可贵的就是她的人设也非常招人喜欢。由于高达番剧中的主角们向来都年纪偏小，因此一般情况下啊，都会在船上安排1、2个引路人，引导着主角团走向正确的道路。没安排的最后变成啥样了，想必大家也比较清楚啊，我就不多赘述了。而在高达00中呢，这一责任就交到黄小姐和洛叔手上了。尤其是黄小姐，作为整备班大叔他们以外，船上年纪最大的成年人，时年26岁的黄小姐，那带孩子的压力是真的不小啊。毕竟这几个娃，一个中二病晚期，一个精神分裂，一个甚至才初具人形，这一般人不考个心理医生资格证啊，还真不敢跟这帮人接触呢。黄小姐主要救治的呢是3人中的提子和阿雷，而洛叔那边主要负责是刹那和提子。你看看提子要2个人带着，你就说这船上谁的病最重吧。先说说黄小姐和阿雷吧，这2个人可以说是亦师亦友。阿雷虽然精神分裂，但平时呢还算是挺正常一个小伙，因此黄小姐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让阿雷一直把积压在心中的苦恼都说出来，并协助他解开自己的心结，顺便呢还能交个酒友。这不，黄小姐在提出刹那不带武器送拉萨的作战任务时，面对提出反对意见的提子，阿雷就果断站在了黄小姐这边。想想当初黄小姐还请提子当酒友来着，结果被拒了。当然了，除了酒友互相扶持，最主要的还是阿雷与黄小姐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所以2人之间的互动呢也会更频繁一些。到了第2季，甚至阿雷会反过来开导丧失战斗理由的黄小姐。黄小姐让玛丽上战场后呢，还会主动找阿雷认错。可以说，编剧通过这2人之间的互动，把黄小姐这个角色描写得更加立体而鲜活了。就算她是年长的大姐姐，但也不意味着她跟圣人一样不会犯错，犯了错就虚心向别人道歉。这大概也是大家会如此喜爱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了。而对于提子那边，黄小姐基本采取的就是跟洛叔双打的模式来进行教育的，与洛叔那样会直接跟提子说做人的道理不同。一开始黄小姐其实只是进行背后吐槽。スメラギさん、問題ありません。覚悟の上で参加しているんですから。強いんだ。弱くはないつもりです。行きます。
それは若さよ。適正にかけるものをガンダムに乗せるべきじゃない。あなたはどうなの？但后来发现啊，提子这孩子真的是太较真了，还贼爱甩锅。于是，在提子跟刹那私自去打韦罗三兄妹后，以身作则地告诉提子，命令違反を犯した罰を。そんなのいつしたっけ？しかし、そういうことだ。在第二季，提子向大家说明变革者的事儿以后，也是黄小姐率先打消提子的疑虑。みんな、僕も彼らと。大体の事情は分かったわ。でも今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敵の衛星兵器を破壊することよ。スメラギリノリエが。あなたは私たちの仲間よ。可以看到啊，黄小姐在带人这方面向来都是以旁敲侧击的进行的，从不会正面出击，除非她忍不住。敵はまだいるのよ。泣き言を言う暇があったら手伝って。其实这也是高达舰长的老异能了。虽说黄小姐的职位是战术分析师，但在托勒密中扮演的角色呢，也基本就等于一个舰长的。作为全舰阅读微的权限仅次于提子的人，黄小姐会基于自己了解的情报，不断为大家制定阶段性的目标。而除了某个初具人形的小年轻外啊，大家也都很信任黄小姐给出的战术分析，无她唯猜的贼准耳。尤其是第二季的那几场战斗啊，黄小姐精彩的战术布置，加上成员们出色的表现，看的人真的是拍手称赞，大呼过瘾。强烈建议大家有空再回去看看解救阿雷路亚以及摧毁卫星武器这2场战斗，那实在是太精彩了。当然了，黄小姐也不是没有吃过鳖，那就是第一季在对阵熊叔时，黄小姐被熊叔来了个计中计，直接破了大防斗。其实说起这场战斗的起因呢，也能够牵扯到黄小姐的过去。黄小姐和她憧憬的前辈柯南啊，因收到错误情报，各自做出预报，最终导致呢友军之间互相开火。黄小姐的男友呢也丧命于这场战斗之中。也正是这次失误，使黄小姐决定不再犯低级错误，并决定加入天人，彻底解决世界上的纷争。然而这一次在熊叔这里吃大亏，也是由于他没有听阿雷的劝，加强对托勒密的反侦察工作。オーバーホール中にもし敵に襲われたら、神を恨むわ。正好又碰上技术小哥换班，不专业的他呢没能发现侦测器反应，这才导致了这次危机。黄小姐也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虽然后边黄小姐在发现微的不可靠以后呢，提早就准备好了脱机系统这一点上，让托勒密又继续前行了很久，但在联军夹击以及李疯子的算计之下，依然呢还是没能扭转战局。在第一季结尾时呢落了个大败，还损失了重要的战友。从此呢黄小姐就彻底摆烂，在备胎比利家中呢虚度光阴。之前比利主动卖情报撩妹的时候啊，弹幕就说啊，这舔狗不得好死啊。但毕竟这情报这么白，不是这奶子这么机密，这换谁也扛不住啊。而且人家这也算是舔成功了，已经秒杀了99%的舔狗了。尽管黄小姐第二季躺平了，洛叔第二季离去了，但俩人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刹那和提子却站了出来，挑起托勒密上的大梁，加上被解救出来的阿雷，也终于让黄小姐再次找到了战斗的理由。其实呢，这也侧面反映出黄小姐带人的成功。她平时带大家呢，就是那种非常的平易近人。除了刚才说的带提子和阿雷呢，对待其他人啊也是体贴入微，尤其是给克里斯和菲尔特犒劳这里，更是格外的温馨啊。これお酒じゃないですか。あ、ごめん。在黄小姐带领下，托勒密上的成员亲如一家人，才能彼此在最危难的时候互相扶持，共同前进。咱们再看看反例李疯子啊，自己就是靠算计上位的，这手底下人啊也是人均算计人，这就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关于李疯子啊，咱们就下期再细讲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对于黄小姐这样一个靠身材吸睛、靠人品和能力吸粉的角色，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天视频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